3辆客运列车脱轨相撞，多车厢侧翻被毁，现场惨不忍睹。祸不单行，正当人们为遇难者缅怀的时候，印度又发生了2起列车脱轨事故。5天内连续发生3起列车事故，让印度政府相当糟心。屋漏偏逢连夜雨，很快又传来了一重大基建事故。6月4号，印度在建的横跨恒河的阿格瓦尼苏丹干济大桥坍塌。短短数秒内，这座耗资171亿卢比的大桥如同泡沫板一样断裂。百亿大桥说塌就塌，印度的基建遭到了严重质疑。要知道，印度总理莫迪自2014年上台就一直主打经济牌，也一度化身基建狂魔。仅仅在2021至2022年，莫迪政府在铁路系统上就花了近300亿美元。莫迪本人更是公开扬言，印度将启动100万亿卢比的基建计划，立志赶超中国。最后我们也看到了现实给莫迪狠狠一耳光。问题来了，印度斥巨资搞基建，为何还是这么烂？莫迪是相当注重基建的，自从他上台后，印度对铁路领域的投资直线上升，其中大部分投资都流向了新建项目，如高铁新建、专用货运走廊等，这也成了莫迪政府看得见的政绩。一番折腾下来，印度铁路安全问题也的确得到了改善。到2020年，严重的火车事故总数已经从此前的年均300多起稳步降低至年均22起。这似乎可以侧面表明，印度所谓的基建黑洞是夸大其词。那事实究竟是怎样呢？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起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个规律也被印度再次验证。印度虽然有着极其密集的铁路网，但多数都是于19世纪修建的老旧款式，多数设施和线路已经老化严重，每年光维护都是一个大问题。莫迪政府的喜新厌旧更是加重了隐患。因此，印度历史上铁路事故频发，仅在2017年至2021年间就有超过10万人因此遇难。说个典型的例子吧，2019年2月，印度正式运营范德巴拉特快车，这辆最高时速能达到1680公里的列车被大肆宣传，总理莫迪还特地出席通车仪式，可见对其的重视。但可笑的是，这辆被寄予厚望的神级半高铁竟然被牛群撞毁了。原来范德巴拉特快车在正式通车后1天便意外和轨道上的牛群相撞，被撞的牛毫无疑问的丧命了。可谁料这列车竟直接抛锚了。消息一出，印度铁路部门顿感脸上无光，他们将责任归给牧民，并通过立法挽尊。若牛群擅闯铁路范围，牧民需要面临9100卢比的罚款。但此举的效果并不好，单2022年1年，印度就有 1.3 万头牛死于铁路之下，这个数据比前几年还高了不少。印度政府为此很是头疼，想改建线路或搭建围栏，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当然，类似这样的基建事故并不只存在于铁路业，印度的水利建设也是如此。中国素来有着基建狂魔的称号，建桥、修路、盖房样样精通，其中三峡大坝便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具有防洪、发电、通航、旅游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说不完的好处让印度格外羡慕，于是印度也扬言自己要建造出一座可以彰显国力的恢宏大坝，这便是著名的贾坎德邦大坝的由来。上世纪70年代，贾坎德邦大坝的修建概念被首次提出。当时印度政府认为这座大坝能解决附近85个村庄的灌溉问题，但最终该项目因为预算过高、筹款失败而被搁置。一直到2014年，这座大坝才被再次提起。这一次，项目的预算直接提升到220亿卢比。印度政府表示，这将是一座能超越三峡的世界级工程。2022年8月，被赋予厚望的贾坎德邦大坝终于竣工，随后印度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当地官员在大坝上载歌载舞，期待着一举成名的未来。8月28号，贾坎德邦大坝正式投入使用，可还没等人们欢呼，22小时后，还没蓄水到一半的大坝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倒塌，随后洪水淹没了附近35个村庄。贾坎德邦大坝就这样成了世界上最短命的大坝。印度也再次喜提基建黑洞的美称。印度恼火和不解极了，在他们看来，自己多年来投入了万亿资金，想要赶超中国基建，可为何最终的结果相差如此之多？这一切还要从印度基建的过往说起。印度的铁路设施基本都是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被殖民长达200年的国家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想必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印度基建困局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就拿铁路系统来说，表面来看，英国为印度留下了庞大的铁路体系和工业体系，
让这个原本落后的国家直接进入铁路时代，这本该是促进基建的一个优势。但英国所建设的都是极其狭窄的轨道，只有主道是正常宽度，目的是为了掠夺资源向本国输送。这样的铁路网根本不利于印度本土发展，改造也极其困难。印度独立后，这些年久失修的铁路系统不仅线路老化，而且设备陈旧，运载力极弱，更加凸显了印度基建水平的落后。印度自然想改变这样的困局。在对比中国的基建发展后，他们开始反思本国的基建体系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面提到的殖民残留影响，薄弱的基建基础正是印度事故频发的一大原因。第二个问题是混乱的管理制度，印度著名的加坎德邦大坝正式启用22小时就塌了，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居然是有老鼠洞未能堵住，这样可笑的答复反映了管理者的敷衍，也透露了背后的管理混乱。同样的例子还有2022年印度阿古瓦尼渡口大桥的垮塌，官方这次认定的答案还算靠谱，认为是工程材料出了问题，但这同样反映出印度基建管理水平的拉垮。这也是为何印度投入大量资金却依然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第三个问题是严重的腐败现象。印度的腐败问题极其严重，印度一边对外宣称基建的重要性，可另一边拿到基建项目的公司竟然可能没有相关经验，只是因为和莫迪政府关系密切就被大开绿灯。对此，连莫迪都不得不公开指出，腐败裙带关系盛行是当前印度面对的重大挑战。同样是人口大国，在视频中提到的种种基建事故，在我国是难以想象的，可在印度普通人眼中，他们没有选择和抗议的权利。基建落后是无比正常的，比起烂到掉渣的基建，存在各种问题的政府部门，贵贱分明的种姓制度，困顿无望的生活，才更令他们绝望。印度是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国家，大量印度人靠信仰寻找寄托，当地盛行的苦行僧便是代表。他们认为这世间的苦是恒定的，自己多吃点苦，众人就少一点，今生的苦难是为来世修福。这样的文化影响下，一些印度人看到基建落后带来的各种事故，也不会去指责，而是认为这是天定的惩罚。这样的困局摆在印度政府的面前，促使着他们必须做出改变。在成为基建狂魔这条路上，印度确实下了不小的劲。2021年，莫迪在印度独立日庆祝集会上宣布了一项基建计划，100万亿卢比计划。和以往的抠抠搜搜不同，这次印度大手一挥，准备豪掷100万亿搞基建，绝对算是大手笔了。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该投资的最重点便是印度的交通物流行业。这100万亿卢比的投资将用于建设印度的交通网、公共设施，以促进经济增长。显然，这次印度动真格的了。同时，为了不再被称为基建黑洞，印度政府还不断大力吸引着外资。现在，基建已经成为了印度接受外国投资最多的领域之一。可投资者也并不是慈善家。印度如果还是一味的依靠私人企业，政府无法去真正主导基建建设，那失去投资者的信任是迟早的事。一旦失去这些外来投资，本就财力不足的印度基建就更是无法赶超中国了。也不怪印度自家人都自嘲，连着吹3年，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300万亿的计划了。连续20年砸万亿美元，印度政府基建计划的背后是野心勃勃的大国梦。谋求发展强大，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一味的喊口号，不真正的去破局，那就成了他人眼中的笑话。至于印度将来能否甩掉基建黑洞称号，复制中国基建狂魔的成绩，我们尚不可知。但我相信我国不会停滞不前，更辉煌的未来等着我们创造。也希望印度政府能真正的为国民考虑，赶超中国不该是他们的执念，提升国民幸福才是一个国家立足的根本。黄金自古以来便一直被看作财富的象征，无数人对其趋之若鹜。然而有那么一个国家，明明家中藏金千万，却成了一种幸福的烦恼，不仅没有过上富裕的日子，甚至整个国家都差点被黄金拖垮。这个国家就是印度。关于印度的这桩怪事儿，我们还要从印度人的那些奇葩心理开始说起。我宁愿饿着肚子，也不愿意放弃身上穿金戴银。印度不是一个富国，根据世界银行在2010年出具的一份报告，印度有1/3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2/3的印度人民平均每天生活费不高于2美元。但与之相对的，印度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消费国，以及第一大黄金进口国。光是在2021年1年，印度就进口了1050吨黄金。为此，印度政府付出了全年贸易逆差的1/3。这种鲜明的贫富对比，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印度买的黄金都去哪儿了呢？
难不成印度人会吃黄金？事实上，印度人虽然不吃黄金，但却和吃了差不多，因为这些黄金最终都被供了起来。众所周知，印度教是如今印度境内的第一大教，80%的印度民众都是其教徒。而在印度教的教义里，黄金一直被视为财富与吉祥的象征，这就使得印度人对黄金的喜爱达到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狂热。可俗话说得好，信仰是不能被消费的。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在印度教上千年的历史文化里，黄金便逐渐褪去了其货币身份的价值，转而变成了一种奢侈的贡品，只能看不能花，最终便形成了现在的尴尬局面。2011年，尘封了140多年的帕德玛纳巴什瓦米神庙重现天日。正如传说中这座神庙下埋藏着人类文明最大的宝藏一样，光是出土的黄金钻石价值就超过了5000亿印度卢比以上。但天降横财却并不一定都是福。在关于这笔宝藏的归属问题上，印度政府希望将其用来造福所在地人民，改善教育与医疗等基础设施。可印度教的信徒却认为，政府对寺庙瑰宝动手是对神明的亵渎。在他们看来，既然这些财宝是过去的人们献给神祇的，那么他就必须永远与神祇在一起。于是，在多方干涉之下，这件事情最终便不了了之。如今印度政府不仅无法使用这笔财富，反而每年还需要耗费巨资建立特种部队来看管，成为了一根硕大的鸡肋。帕德玛纳巴什瓦米神庙的故事并不是偶然，如今印度国内的许多寺庙都珍藏着大笔黄金，一些贫穷寺庙还只是简单的镀上几座金佛，而那些富裕的，例如著名的阿姆利则金庙，连墙壁的外围都包裹着一层层金箔。落日的余晖下，一座座寺庙金碧辉煌，宛如太阳一般耀眼。而在信徒们虔诚的赞歌之下，是印度政府日益沉重的负担。不过话说回来，除了被当成贡品固定下来的财富，那些在市场流通着的黄金，事实上也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它们的价值。在黄金年鉴的分类里，实物黄金消费一般可分为饰金需求、电子工业需求、牙科需求以及其他工业需求等。一般来讲，如果黄金被消费于后面几种类别，我们便可以将其视为物尽其用。然而在印度，超过 95% 的黄金消费都在饰金需求之上，特别是在结婚以及其他宗教仪式上，如果缺少黄金饰品，往往就会被视为不完整。除此之外，在印度社会，黄金饰品也被视为女人一生仅有的财产。按照印度传统，女性并不具备土地与产业的继承权，于是那些担心自家女儿婚后生活的父母，往往就会通过黄金首饰来充当嫁妆，使得女儿不至于在夫家受欺负。在一般行情下，印度嫁女儿至少需要携带116克，约合1万美元的黄金充当嫁妆，那些家境富裕的甚至还要达到10倍以上。但不管贫穷还是富有，这对任何家庭来说显然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不管是被当成贡品也好，充当嫁妆也罢，最终促使如今的印度空有巨额的黄金，却依然穷得叮当响，甚至整个国家都几乎要被拖垮。根据 IMF 的报告，在2019年底，印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飙升到了 GDP 的 74%， 成为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体里债务规模最高的国家。随后，包括穆迪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将印度政府债务信誉评级调低至负面，而这些其实都在说明一个现实，那就是印度政府真的没钱了。按照金融发展论的观点，一个健全的金融体制是应该能够将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进而促进资本形成的。可通过印度的黄金市场不难看出，大部分印度人民并不具备投资的意识。据统计，在2015年，印度民间的黄金存量就已经达到了 2.5 万吨。由此可见，相较而言，印度人民显然更愿意把储蓄放在床底，或者捐给寺庙。对此，著名学者纳克斯曾表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贫困，往往就是因为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创造了财富无法实现资本形成，最终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的印度恰恰就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当然，面对眼前的危机，印度政府肯定是不会放任不管的。从2015年莫迪政府推行黄金货币政策开始，为了盘活民间的黄金储备，印度政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但结果呢？3年时间过去，印度野心勃勃的计划仅仅吸纳了20吨的黄金，也就刚刚超过民间黄金持有量的1/1000。如此情形，属实让莫迪政府尴尬不已。不过，熟悉印度的人一定知道，莫迪并不是一个喜欢认输的人，因此，尽管计划看起来漏洞百出，但其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在2019年扩大了政策的适用范围，允许寺庙、邦政府以及政府拥有的任何实体参与到计划中来。虽然这让不少人诟病不已，觉得莫迪是在向资本主动低头，但好在计划能够持续下去。
其实说实在的，藏金于民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坏事。与印度的情况类似，日本从1994年开始就主动鼓励国家藏金于民，包括但不限于由金融机构推出适合投资者的黄金产品，如黄金零存整取、黄金积存计划等等。客观来说，如今印度推行的黄金货币政策可能都有些抄日本作业的嫌疑，但与印度的屡屡受挫不同，日本的形势却是一片大好。每次推出新的黄金产品，往往都会引得日本民众大肆追捧，甚至经常货不应求。这使得日本不仅不用苦恼民间拥有太多储备黄金，反而还减轻了官方的压力。在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增持黄金的时候，日本表现得不急不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在我看来，答案可能只需要2个字，那就是信任。实际上，印度政府制定的黄金货币政策，客观来看是有惠于民的，否则莫迪政府也不会直到计划3年受挫后，才像割肉一般将适用范围扩大。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人民并不信任政府。换句话说，很多人事实上是担心这些钱交出去，最后回不来的。毕竟，不管是从获得利息会被课税，还是债券有效期8年，第5年才可以被出售获取利息等等规定，怎么看都风险极大，像是刻意挖的坑。所以最终的遇冷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不过，正因为症结在于信任，想要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让利。如果真的有足够的利益可以拿到，那么区区风险和信任就不成问题了。根据摩丹士跟利日前的报告，从2021年1月以来，印度在 MSCI AC 亚太指数中的权重已经从 6% 提升到了 10%。对此，该机构评价到，印度长期以来展现出巨大潜力，现在正开始逐渐释放。在全球市场上，看好2024年印度股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尤其是在过去1年经历了美国金融急剧收缩的考验后，可以预料到接下来必然有大量国际资金涌入印度。面对这样优秀的市场背景，印度人民真的还能忍住手吗？答案或许已经显而易见。